2022年6月，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了全国2020年的婚姻登记情况，迅速登上热搜榜。2020年，官方统计结婚登记人数约814万对，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113万对。我国结婚人数自2013年达到1346.9万对后，已经连续7年下降。而在离婚数据方面，2020年共有433.9万对离婚，较2019年减少了36万，离婚率 3.09%， 离婚率近几年首次出现回落。我记得上世纪有张计划生育海报，如果把它放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违和感。当今年轻人晚婚、不愿结婚、不敢结婚，结婚后不敢生娃，已成为整个社会老大难的问题。曾经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你放羊干什么？赚钱。赚钱干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无限循环。但目前这个故事好像讲不下去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娃？因为他们害怕承担责任，害怕自己承担不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你问身边单身的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答案大概是暂时没遇到合适的，不愿凑合，房子都买不起，拿什么结婚？结婚太麻烦了，还是只谈恋爱吧。跟三观不合的人怎么能有未来？害怕身边有朋友结婚不到1年就离婚了，担心不能给爱的人想要的生活。婚姻是枷锁，没有自由。想到婚后做家务、带孩子、婆媳关系头疼等等原因，如果你再问敢结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他们会说我自己还是孩子，要什么孩子？不喜欢孩子，还是养个宠物好些。不生孩子是没有钱，车贷、房贷都快还不起了，没有信心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不为生孩子的婚姻才是真爱。学区房太贵，也上不起贵族学校，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环境等等。以上回答有没有和你想法一样的？为什么女孩会被告知只有结婚生子人生才算圆满？男孩被告知你必须有好的生活才有条件结婚。结婚的首要条件不是2个人相爱吗？接下来才是三观、性格、经济条件等。同样，结婚也不是灵丹妙药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结婚仅仅意味着婚姻神生活的开始。2个人在一起准备结婚度过一生，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并彼此不可替代。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足够信任对方，无论贫富，无论健康疾病，无论人生顺利，在对方需要你的时候不离不弃，而不是为了组建家庭，为了生孩子，更不是过上旁人眼中无比正确的人生。这个社会擅长制造焦虑，动不动都在说这个社会正在抛弃你，你的同龄人结婚了，你是单身狗，朋友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还没孩子，你的同龄年薪100万，都有2胎了，而你却只有1个孩子。反正就是同龄人各种牛掰，然后给你的人生扣上一个大写的失败。在教育是过犹不及，什么买不起学区房，不适合要孩子，阶层固化，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熊孩子是熊家长造成的。这个社会正在惩罚玩手机的父母，月薪2万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寒门再难出贵子，贫穷会遗传等等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你是男性，妻子回家生孩子，自己一个人要承担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如果有能力还得请保姆，请不起保姆还得麻烦自己的父母。孩子出生后，奶粉、尿不湿、早教、兴趣班一个都不能少，你赚钱的速度完全赶不上家人花钱的速度。如果你是女性，不管选择回家生孩子还是留在职场，都会不尽如意。你专心在家带娃，会被说除了带孩子啥都不会。你去上班挣钱，会被说生完孩子连管都不管。见得多了，听得多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娃了，更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这说到底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宁愿活在当下，与其困在婚姻里，不如更专注于现在的生活。我们都说适合年龄做适合的事，可惜天下没有适合结婚的年龄，只有合适结婚的对象。擅长道德批判的人总是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不结婚说你不孝，不生孩子说你不孝。你说养孩子成本太高了，他们不管，他们说国家老龄化严重，你得生，这是国家鼓励的。你说钱呢？他说自己想办法，这就是耍流氓。特别是女性结婚后，职场上会出现性别歧视。什么时候社会能够真正分担年轻人结婚的压力了？也许会有更多人选择结婚生孩子吧。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对自己的婚姻总结和评价里面仿佛包含了很多失望和痛苦。也有很多人这样去调侃婚姻，
因为缺乏判断力，所以结婚；因为缺乏忍耐力，所以离婚。再婚是因为缺乏记忆力，但婚姻真的这么糟糕吗？婚姻美满的人说的话可能不能代表婚姻不幸人的意见，我们不妨看看离婚人士对婚姻的建议。那些在婚姻中真正摔过跤、吃过苦的，回头再审视思考过的人，可能更能看清婚姻的真实面貌。他们的经验之谈告诉你，你必须本来就很快乐，而不能指望别人给予你。要有婚前协议，因为要谈到钱，要谈价值观，谈如何养育小孩。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定也能找到相通之处。如果有问题有摩擦，一定要想到办法解决。要尊重对方，不要口出恶言，这是底线。上厕所请关门等等，这种就好像一个玩过一款游戏的人告诉后来者某些关卡你要怎么做才会躲过一劫，到时候才能得高分。这种矛盾的观点有点有趣。结了婚的人告诉你结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而离了婚的人却在说婚姻没有那么坏。其实婚姻本来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结婚之前，我们想象中的爱情是洁白的婚纱，祝福的喜宴，是海誓山盟，永结同心。结婚之后，老人们总是催你快点推进人生的进度条，结婚生子，人生才会圆满。但婚姻和爱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婚姻并不仅仅是快乐，它也是节日，是两情相悦，是一生的陪伴。它是考验，也是煎熬，是对熟悉生活的破坏和一种崭新生活模式的建立。婚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年少时认为婚姻是避风港，其实婚姻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两个原来毫无关联的人成为一家人，不仅仅是领个证这么简单，还需要彼此的磨合和包容。结婚需要深思熟虑，离婚也别太草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美满的婚姻。